吻风波背后的真相，白鹿王星越片场亲密花絮曝光，粉圈激变，爱情线毁剧，还是荧幕神仙 CP？ 意外吻戏引爆全网，舆论火山瞬间喷发。在这个流量及真理的娱乐时代，一段画面往往就能掀起惊涛骇浪，而这一次仅仅是一段片场花絮，便如火星坠入油锅。就在大唐狄公案的拍摄现场，白鹿与王星越的一段深情对视后紧接热吻的片段被曝光。原本是导演安排的一幕浪漫桥段，却迅速燃爆全网，话题如滚雪球般席卷而来。吻戏太突兀，是不是炒 CP？ 感情戏会不会破坏推理节奏？一时间，争议如海浪一般猛烈拍击着舆论的堤坝。有粉丝激动不已，称这是古装剧最有 CP 感的搭配，也有理智观众皱眉冷对，我们是来看破案的，不是来看谈恋爱的。这段短短几十秒的视频迅速把白鹿与王星越推上风口浪尖，而背后的问题远不止一场吻戏那么简单。究竟该不该有感情线？原著党 vs 观众情感共鸣。大唐狄公案是一部聚焦于唐朝时期破案奇谈的古装探案剧，原著本身以逻辑缜密、结构严谨著称。观众原本期待的是一场场精彩推理、险象环生的侦探之旅。当一段感情戏猝不及防地插入叙事主线时，部分原著粉丝立刻警觉，他们认为这会使整部剧从悬疑推理滑向爱情偶像，最终变成挂着探案名号的玛丽苏爱情剧。我们希望看到的是狄公如何拨开层层迷雾，查明真相，而不是角色在庭审间隙谈情说爱。一位忠实原著书迷如是说。而另一边，情感共鸣观众则提出不同声音，人性本就是破案的核心之一，情感能推动行为动机，也能展现人物深度。于是这场吻戏变成了粉丝对于剧集方向的主权之争，也是对原著忠诚与影视在创作的一场激烈碰撞。剧中情感与剧情推进是干扰还是润滑剂？在艺术创作的维度上，感情线从来不是原罪，关键在于它服务于剧情还是反噬剧情。支持者认为，白鹿与王星越之间的情感互动并非空降，而是从剧情逻辑中自然而生。他们不是为了谈恋爱而亲吻，而是角色情感推进下的合理表现。一位剧评人评论道，一个探案故事若没有人性关照，就容易流于机械冷硬。感情线的点缀能让角色更立体，更贴近观众。更有观众指出，这样的情感线不但没有拖慢节奏，反而起到了缓冲紧张氛围、烘托人物转变的效果。他们的观点是，推理不等于零感情，剧情节奏也不意味着剥夺人物内心情绪的流动。年龄差争议是阻碍还是新鲜感的来源？随着舆论的进一步发酵，一个意想不到的焦点被放大，年龄差。王星越比白鹿小整整7岁，看着就像弟弟。这种姐弟恋感觉不搭。一时间，网友开始质疑两人是否适合作为荧幕情侣。然而，在现代影视趋势中，姐弟恋早已不是禁忌，反而常常带来新鲜火花。从下一站幸福到亲爱的热爱的，年龄差曾催生出无数经典荧幕 CP。化学反应、眼神交流、情绪浓度才是关键，而不是谁年长谁年幼。不少观众反驳了年龄歧视，尤其是看过两人前作《宁安如梦》的观众，更坚定认为他们的默契早已积淀出浓厚的戏剧张力。这不是偶像剧里的硬凹 CP 感，这是自然流露的火花。粉丝文化与创作自由，一场不可调和的冲突。随着粉丝团体的请愿书在社交平台刷屏，剪掉吻戏成为了又一个热词。但剧方、平台与演员却集体保持沉默，仿佛这场风波从未发生。此举引发了更多讨论，影视创作是否应当被粉丝情绪主导？粉圈文化的干预感愈发强烈，部分粉丝仿佛成为剧本的审稿人，希望剧集按照他们的理想模板发展。但创作团队面临的是更复杂的艺术表达、情节推进与市场反馈。观众可以有选择权，但不能拥有改剧权。一位编剧公开发声，这是艺术创作，不是私人定制。
这场风波揭示了当代影视工业中表达自由与情绪主导之间的矛盾张力，也让我们重新审视观众与创作者的边界到底在哪里。社交媒体的真实镜像，热评如潮，针锋相对。社交平台上的评论如同放大镜，反映着大众情绪的真实波动。对于白鹿与王星越这场吻戏，不同立场的声音几乎撕裂了网络舆论。有些人带着情绪发言，有些则理性分析，但无论如何，这些话语都是时代情绪的直接写照。我们不反对感情戏，但必须自然，不要硬塞。这句评论获得数万点赞，它代表的是一种平衡感，观众希望剧情发展有节奏，逻辑清晰，同时也不排斥合理的人物情感线。这种声音并不是盲目抵触，而是对品质的坚持。然而，还有另一类评论更为激烈，你们就是吃醋了，看到偶像亲别人就炸了。这类言论反映了粉圈文化中深层的情感投射。一部分粉丝将演员视作理想恋人，代入感太强，导致无法接受角色之外的情感表现。这其实是影视圈长期存在的悖论，一方面渴望演员真实演绎情感，另一方面又不愿看到偶像与他人有过于亲密的互动。对创作者来说，这是一种无形压力，而对观众而言，也是一种内心的拉扯。在这个人人皆可发声的时代，我们是否也应学会换位思考？理解他人观点的同时，守住理性和尊重的底线，也许才是这个流量狂潮中最值得坚持的温度。一场吻戏是否掩盖了整部剧的核心价值？当人们的目光都聚焦在一段短暂的吻戏时，我们是否忽略了整部《大唐狄公案》的丰富层次与内在价值？这不仅是对白鹿和王星越的讨论，更是对整个剧集创作理念的一次深度思考。《大唐狄公案》之所以引人注目，不是因为一场亲吻，而是因为它在古装剧中成功融合了悬疑与人性。这种硬核探案加情感描绘的模式本就不易掌握，稍有偏差就容易被批评为四不像。但正因如此，创作者才更需要我们给予宽容与理解。许多观众期待的是情节的缜密反转、角色的成长逻辑以及案件背后深层的社会寓意。然而，当吻戏被过度放大时，这些闪光点却容易被忽略，甚至埋没。一部剧的完整性从来不只是靠某一场戏决定的，而是所有线索、情感、节奏、美学综合构成的结果。就像一部小说不是靠一页决定精彩与否，剧集的好坏也不该因为几秒钟的吻戏而盖棺定论。或许我们也可以在讨论吻戏应不应该有的同时，多去看看这部剧究竟讲了什么，塑造了怎样的人物，表达了什么样的情感与思想。理解背后的创作逻辑，才是真正尊重一部作品的方式。在争议中前行，在热度中寻真实。从突如其来的吻戏到粉圈大战，再到年龄差与角色搭配的激辩，白鹿与王星越的这段戏份显然引发了远超画面本身的舆论地震。但这也许正是好剧该有的样子，能引发讨论，能唤起思考，更能触动观众内心深处最柔软的地方。愿所有争议终将化为推动影视进步的动力，愿所有讨论最终回归到作品本身的价值。白鹿与王星越的合作尚未结束，而我们对一部好剧的期待也远不止于此。感谢每一位看到这里的观众。这场吻戏你怎么看？你是否支持在大唐狄公案中加入感情线？你又如何看待姐弟 CP 的搭配？欢迎在评论区大胆发表你的看法，我们会精选优质留言展示在下一期视频中。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娱乐深度解读，别忘了给我们点个赞。订阅频道你的娱乐导航站，获取更多娱乐圈幕后真相、爆料分析、情感故事。我们下期再见，别忘了点击分享给你也在追剧的朋友们。每一次支持都是我们创作的最大动力。